来自河北待业女嘉宾小刘，27岁，来自内蒙古化妆师。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是谈了2年恋爱了，对吧？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是吧？对对。谁追的谁呢？是他追的我。对他特好是吗？对，一开始是这样子的。一开始是。我现在不这样吗？所以今天是谁要来的呢？今天是我要来的。来干嘛呢？来这里我主要是想跟他说清楚，我想跟他说分手。你不同意是吧？对，女生就把自己的理由都说清楚呗。就是我们这段感情为什么到了要终结的地步嘛？啊。是，我觉得他现在吧，就完全没有上进心，而且事业心也不强。之前他那个工作不顺心，然后他就不想干了。一开始我支持他，我说行。他说他想考会计，我说可以。我说那你考完你专心考，我说你好好看书，家里边生活费你不用担心，我说我来承担。结果他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吗？主持人，他看了几天书就看不进去，就不看了，就不考了。然后他跟他一些狐朋狗友啊，就出去唱歌，又出去玩的，打电话都不接，就完全找不到人，特别过分，真的。但是我每天也都在读书啊，你的意思是让我24小时都在念书是吧？我没有说让你一直去读，对不对？你可以休息，但是你是正常的休息方法吗？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不成熟，你知道吧？而且总跟他一些狐朋狗友混呢，然后他朋友还给他出一些馊主意，让他做生意，你说他根本就不懂，结果吧，他自己的钱都赔了，然后还不敢跟家里边要，然后跑过来跟我借。每个人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做生意的。那你不懂，你为什么要去做呢？任何事业都不是顺风顺水的。这次是我生意失败了，我们来到这里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你想，如果我们生意要成功了的话，那么我们未来所有的生活问题都能解决的。那你就光想成功不想失败吗？我就觉得你这种想法真的是太不成熟了。我这个听得有点糊涂啊。男生有多久没工作了呀？半年多了。男生用来投资的钱是哪儿来的钱呀？是我一直的积蓄，然后他又给我拿了一点。等于这个投资是你们俩联合投资的是吧？对，全赔了是吧？都赔了，他赔完他自己的又来赔我的。你不要老是断章取义好不好？这个生意还在开，以后的结果谁也不知道。不是，这不重要嘛？投资归投资的事儿管嘛，人家给你入股了，你这生意还好，你就给人分钱嘛。现在人谈的是分手嘛。女生认为你不上进，就是你的这个方式是不好的方式嘛？我觉得他还有很多地方都不成熟，只这一件事儿。那你就好吗？他老是和朋友张嘴闭嘴聊的都是什么国际大牌啊，或者是明星同款。我觉得这些我没什么错呀，难道我不配用更好的东西吗？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呀。我觉得我的经济范围可以承担得了，我为什么不能用啊？这不是，你不要老这么极端好不好？不要老这么极端好不好？这不是说配和不配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每天赚的钱就在每天花完，那么2个人在一起的生活永远无法知道明天或后天会发生什么。你这样的话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我们2个人的未来不负责任。我觉得我挣的钱我自己花的开心，我觉得就是值得。然后我跟你说说他吧，除了这个投资的事儿之后吧，他一直都很颓废。而且你说你做生意你好好做吧，然后他也不认真，也不努力，生意就这么放着。然后每天你说我做化妆师，我每天还5点起来呢。我觉得他说那个努力认真都是口头上说，每天他都睡到下午去，根本就不努力。而且现在根本就是说每天没事了就在家待着那种的，完全就没有说考虑过以后怎么样的。然后还总说我给他压力，我不明白，我说我给你什么压力了？你见识过我的努力吗？我没有看到，你只是说我们在刚刚认识的时候，我是那么努力的把你追过来，我也是那么努力的在给你我们想要的未来。那我也付出了很多呀，当初我为了跟你在一起，是不是我也做了很多呀？如果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做一件事儿，我听听啊。他妈妈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一开始说我是外地人嘛，然后瞒着他就给我打一些电话，说话特别难听。我真的从小到大没受过这么多委屈。当时我想着，我说我不跟他在一起吧，但是他当时挺护着我的，我就心软了。我说，哎，这男孩做我为我做了挺多的，我当时也哭了，挺感动的。每到过节什么的，我都去跑他家里边，又买菜呀，又做饭，又帮忙。然后他们家人过生日的时候，我还总买一些礼物送过去，又发红包啊，又陪他们，又说这些的。他妈妈慢慢就接受我了。接受我了之后呢，但是他后来的状态一开始还挺好的，后来状态就变了，变得完全不上进了。那个我在这个层面，
上了岁数了，反应慢啊。我把事儿问清楚行吗？女生说为男生的付出就是男生的家人不同意，所以女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男方家人的同意，是这意思吧？是的。但是在她讲述的过程当中，跟我说他们就这么一个姑娘带回家之后，他们怎么就有那么大的反应啊？可能是我太着急了，我太护着她了。不是你做了些什么，他们有那么大的反弹呢？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最开始就是不能商量的那种，就要和他在一起。为什么呀？什么理由啊？姑娘长得不好，还是怎么了？不是，就是他们会提出一些问题，有的时候，问完我之后，我的态度就是比较肯定的，就是不能商量的，我就一定要和他在一起。然后我父母就会感觉到我陷得比较深。所以你给我们的说法就是因为你的任性导致了你的父母对他有意见，是这意思吗？对。之后吧，我们俩在一起好了一段时间之后吧，然后本来他父母同意了，应该可以挺好的。但是后来吧，他慢慢的就变得就是没有事业心啊，然后就开始颓废，现在完全就在家里边啥也不干了，完全不为以后打算。而且之前我也跟他提了一次分手，他一直也不分，然后还用苦肉计来缠着我，我就觉得他特别不成熟。本身你爱过我吗？我怎么没有啊？翻开你手机的聊天记录，你和你闺蜜说你对未来的要求是那么的高，你认为以我过去的工资，我能给你那样的生活吗？我也没需要你给我买什么，如果我不去创业的话，我能得到付出什么呀？我只是希望你现在变得上进一点，但是你一直都是嘴上说，但你实际行动没让我看到呀。但是你不给我机会了呀。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我问一下，小周，你在这个投资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销售。为什么你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够单独的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啊？就我得边听边猜啊，我猜到他一个逻辑，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他发现了女朋友跟闺蜜的聊天记录，是这意思吧？是。在这个记录里面透露出女生对于现在所提供的物质是不满意的，对吗？是。这就导致了你去创业，是这意思吗？是。是这意思吧？是。所以创业赔了，他现在提出分手，你不能接受，是这个逻辑吗？对。听了半天，你知道不？我一直在找为什么。你现在明白了吗？就是他不接受你分手，他是这么一个逻辑。如果我创业成功的话，这些问题都没有。但是我失败了，我没有办法。OK， 你要的生活我给不了你，而你又不是真心的爱我。我只是需要你上进，我只有在喝酒的时候才能不去想那些糟心的事情。再说我自己我也买得起，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给我买什么。哎呀，你们俩这个恋爱谈了2年啊，我发现你们俩说话从来是你说1，他说7的，你知道吧？4、5、6都找不着的，2就更别说了。你得顺着来。问你小伙子，问什么答什么好吗？别跳了啊！你所说的你要去喝酒，是因为你物质压力很大，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给女朋友提供她想要的生活，是还是不是？是这样是吧？对。所以你反复的说，如果我的创业成功了，就没有这些问题。你认为现在女朋友提出来要跟你分手，是和情感无关的，主要是因为你挣不了那么多钱，你满足不了她，是还是不是？是。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不分手。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那你客观的评价一下这个男生好不好？我就觉得吧，后来他跟我的想法就是完全格格不入，因为我说的他理解不了，我说的他也理解不了，所以我们两个我就一直想跟他分手。我觉得我俩不合适。你说你能够描述一下你想要的未来的生活是怎样的？就是我有一个很舒服的房子，然后有很舒服的这个环境，然后我买得起我自己的东西，然后我用得起，我想去更好的，想去什么地方我就可以去。这是一个大财务自由的一个计划，是吧？就是要有房，对吗？对。然后要我的钱足够满足于我的欲望。对。这是你想要的。对。他能给吗？他现在给不了，但是他也不努力呀。那你会嫁给一个特别努力，但是能力确实有欠缺，无法挣到你要的那种生活条件的男人？也不会。所以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嘛。男生的感觉和感受是对的，我倒不说这个对错啊，咱们不论这个对错，因为女生说我要自己奋斗嘛，人家的前提是我奋斗去实现挣到
我满足我自己欲望的钱，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只要是正当途径都没什么。男生这个是有感觉的，所以是有压力的，是吧？对，虽然你们可能在日常的交流里没有这么明确的交流，但是他是不是每次跟你谈谁用什么包的时候，你都会有压力？对，那他提出分手，那不就分了就好了吗？干嘛还要纠缠呢？我们在一起时间这么长，我很珍惜这段感情。是这个女生只要留在你身边，你就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是吗？是。没有她就没有意义了，是吗？是。所以今天是你要来是吧？对。在现实生活里跟他提过分手，刚才说。对，但是他就是不同意嘛。他不同意他会做什么？总会做一些苦肉计啊，有打自己啊，逼迫我跟他和好这种的。哦，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这意思？对。有一个特别清晰人生规划的女生，找到了一个现在还不那么清楚未来她想要什么生活的男生，是这意思吧？我听你们俩好像是这样。对。女生现在说，我觉得我们不合适，我要分开。男生说不行，我的世界不能没有你，对吗？是。来吧，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为什么会相处2年呢？也许一开始的见面是因为冲动而在一起，但事实上，你们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恰恰是因为你父母的反对。我们会发现，父母干涉的越多的爱情，2个人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幸福的指数反而更高。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叛逆嘛，反抗嘛，你们越不让我们俩在一块儿，我们俩就要证明给你们看，我们很幸福，我们要挑战。尤其是女生就是这样的性格，她就是喜欢追求那些我需要特别难，然后通过特别大的努力才能获得的东西。到手了以后，我就明白了，其实这不是我喜欢的，对吧？是。从他妈妈同意你们2个交往的那一天，你就开始心里面越来越觉得你们这段感情没有味儿，是吧？是。你看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父母不反对，你们2个根本走不下去。但是呢，爱情之所以会往前，是因为我们彼此真正的相爱。我问一下女生啊，你觉得你男朋友1个月赚多少钱能够满足你的期待？1万以上吧。1万以上。月薪多少？5000。没有。所以我想说什么？对面那个男生根本就不符合你的要求，你从一开始就没有喜欢过他，而且你现在判断他不可能达到你的要求的那个状态，所以你现在准备放弃了，对吗？对，因为一直给他机会嘛。对，只要是我们说实话，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我想跟你说，君子以行言，就是我们怎么想的我们就怎么说，是，不要老说他不上进、不努力，他没有变，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变，变化的是你外界的环境和你此刻的心态。所以咱就说实话，小伙子，我希望你醒一醒，你没有一点符合他的要求，没有爱是没有情的，是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的。你们2个不如好聚好散，祝你们各自幸福。好，谢谢泽源老师。来，陆琪老师。你上来之后一直在说上进这个事情，听话听音啊！说上进其实并不止上进，你说上进你不上进，但他心里面听着哦，你真的要我上进，其实不是的，你要的是不只是上进的状态，你要的还是上进的结果，你要的还是上进的希望。他现在就是从一个有上进希望的人变成一个没有上进希望的人，最后你发现不可能和他一起走向你想要的生活，所以又介于你的年纪又比他大一点，所以你决定不再等待了，就说白了就是这样嘛。而且说的再扎心一点，无非就是看不上了嘛。我在这里反而倒不是想说这个女生她看不上这个男生有什么问题，我想指出一点是男生的问题，就你太弱了。你为什么就是小小的一次投资的失败，你就弱成这个样子，就天天喝酒，天天就颓废，就不行了？没有女生会喜欢这么一个人，为什么？我没有机会了。什么叫没有机会？你
你25岁，他不会再给我机会了。那你还有别的人啊？你25岁啊，为什么只有他这一个人的机会呢？再说了，你的人生就是谈一次恋爱的事儿吗？现在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的家庭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把小孩照顾得太好了，大量的照顾这个小孩，不让他遇到一点挫折，以至于他人生里面谈一次恋爱的挫折就受不了了，就觉得天崩地裂，我的人生就完蛋了。所以我建议啊，家长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的教育模式，不是你给小孩吃好的喝好的，教育教好的就是一种教育了。你要让他们去承担责任，要让他们去尝试挫折，一次一次失败之下，一个男人才会像一个男人。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扎达老师，我给你们这段爱情故事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自我感动的爱情。我想问小周一点，你想没想过它真的符合你以后想要娶妻生子组成家庭的那个心中的那个模样吗？左岩老师一开始说那个罗密欧和朱丽叶的那个理论特别对，我想的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异曲同工之处。你们都是被自己那种奋勇追爱的精神所感动，爱的不是彼此，而是爱情。不要再把自己陶醉在那种虚幻的想象当中，大家各自不纠缠，好好的说分手就可以了。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来，涂老师，以你的价值观而言，在你选择伴侣的这个问题上，有3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找一个我爱的也爱我的，同时能够共同实现你想要的生活目标的人，这是最好的。但这种人一直没出现，对吧？第二种人也许出现过，就你不那么喜欢他，但他可以实现你的生活目标的，但你没有选择。你选择了第3种，就是外表符合你的标准，有培养潜力。而且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第2种，选择第3种，是因为这个男生不光符合第3种的，看似有潜力，外观长得不错，而且他还为了你和家庭抗争，所以你选择了第3种选择。于是你开始培养他，给钱给他，让他去投资，看看他是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后来发现不行，绣花枕头一包糠，所以他考试不及格，被淘汰。是这样吗？你不甘心是吗？你还年轻啊，你现在不行不代表将来不行啊。你投资生意失败太正常了，你心里太急了。当然今天你还会出来，所以你就别出来了，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我一直认为人生啊需要认输，但绝不能服输。所谓需要认输，是我可能一段爱情也好，可能一段事业也好，可能一项工作也好，失败是个常态，我得认。但是我不因为这个而害怕说我不再恋爱了，因为受伤不再恋爱了，因为这个工作没做好我失败了，我就不再做了。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说，大概这个人生信条男女都适用吧。学会认输，但绝不服输。哎呀，我失败正常。25岁做生意大概率事件都是失败。所以第2点，其实我们谈及的叫要服常识，就是客观规律你是一定要接受的。谈恋爱也好，做事也好，客观规律一定要接受。客观规律是什么？你比他对未来想的实在。这小伙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客观规律。有想法的女生和25岁一直被父母呵护的男生在一起，这恋爱就没法谈。一个成年人不能把一段爱情和一个人当成一个自己占有的玩具。爱没爱过其实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尊重别人。我要分手，请你让我走，你自己琢磨清楚这点事儿吧。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我们
真的是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也是我最美好的回忆。但是今天你带我上这里来，我感觉挺好的，可能我确实不太成熟吧，但是你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还是要谢谢你。我今天来的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祝你以后幸福。不管以后怎样吧，我也希望你更好，希望你不要像以前一样，然后要有一些自信，然后能过得更好吧。哎，好了，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的分享，请回。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环节中，我们将解答一下抖音 APP 上的朋友分享的情感故事和问题。接下来进入抖音爱情小课堂。我觉得吧，你还不错，不过有几点还是要跟你说一下。女孩子不用挣太多钱，关键是要顾家。我妈呢，养我也不容易，所以以后我们俩的钱都得给她管。男人嘛，在外面一定活应酬，你一定要多理解。最重要的是，结婚后至少得生2个，而且有一个一定得是男孩。人归他，钱归他妈，生个娃呢还得定制定量，那你图个啥呀？完全成了他的量身定制的媳妇儿了。所以面对这样的爱的时候，只有一条建议：不管这个爱多么美好，一旦让你失去了尊严，那么它就是一个牢笼。打破牢笼，我相信是每一个喜欢自由的人愿意做的事情吧。亲爱的观众朋友，爱情保卫战和我都在抖音上开通了账号，大家赶紧下载抖音短视频 APP 关注我们，还有很多爱情告白精彩视频可以观看哦。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来，小伙子，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接受都已经还是接受不了是吧？我以为我们还会有一点希望，就算没有的话，我也是为了警醒我自己。警醒自己哈。行了，加油吧，努力生活，好好工作。记住一点，认真学习，你只有学习了才能挣钱。谢谢你，请回。好。